今天咱来聊一个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的生物，它干过的事比任何一场海战对历史的影响都大。咱先从一个故事说起。1502年，哥伦布第4次出航，带着4条船从西班牙启程，目标是探索新大陆。但这趟航行的结局惨烈的有点荒唐。船队刚到加勒比海，船舱就开始往里渗水。打开船舱一看，傻眼了。船底木板烂得一塌糊涂，一捅就是个洞，软得像发霉的馒头。4条船里有2条直接撑不住，哥伦布只能把船搁浅在牙买加海岸，全体船员弃船在那儿等了1年。你说木船泡久了当然会烂，但那4条船才出发了不到2年，这显然有点不对劲。大航海时代这事反复上演，只要是在热带海域跑的木船，快的半年，慢的2-3年就废了，没人知道为什么。当时的人找过原因，但全找歪了。有人说是风浪，有人说是海水腐蚀，最后大家接受了一套说法，说热带海水里有种神秘的腐木之气，专门侵蚀木料，于是人们只能不停造船，一条大型木帆船的造价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1整年的税收。葡萄牙人为了维持往印度的航线，甚至专门建了修船厂，就地抢修那些烂船。这个局面持续了差不多2个世纪，所有人都在往错误的方向想，却从没人往另一个方向看，而答案就藏在那个没人看的方向里。答案出现的方式出人意料的普通，不是科学家的发现，就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修缮作业。1731年，荷兰一批工人在修缮海边的护岸木桩，那是用来防海水的屏障。工人们拔出一根柱子检查，外面看着正常，拿工具一敲，声音却是空的，里面全是洞。他们用凿子劈开，里面的景象让人傻眼。整根柱子几乎被掏空，全是弯弯曲曲的洞，洞壁光滑的像瓷器，里面还有一些白色软体的东西在轻微的蠕动。越来越多的木桩被拔出来检查，结果几乎一样。恐慌开始在荷兰蔓延。科学家们赶到现场解剖那些小东西，却困惑地发现，这玩意儿的构造跟任何已知虫类都不一样。争论持续了好几年，一个凿穿了帝国舰队的生物连名字都归不了类。你说这事荒不荒诞？这个东西有个名字叫船蛆，以前没人把它当回事儿，以为不过是某种普通的小虫子。你可能以为它是一条虫，但它其实是软体动物，跟蛤蜊、牡蛎、扇贝是一家人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穿着蚯蚓皮大衣的蛤蜊，脑袋上顶着2片微型钻头，它用2片壳紧紧贴在木头表面，交替旋转磨碎木头，就这么一点点钻进去。它还会分泌一种石灰质的物质，铺在洞壁上，给自己修了一条舒服的私人隧道。幼虫碰到木头就会钻进去，钻进去的那一刻，它这辈子就结束了，在洞里待上整个余生。一条成熟的船蛆一次能释放几百万颗卵，只要碰到木头就往里钻，钻进去的入口只有针眼那么大。这就是为什么船员根本察觉不到，等到渗水了才知道已经晚了。整块船板已经碎成了筛子，根本没有一块完整的木头。哥伦布的遭遇不是欧洲人的独家噩梦，地球另一边的人早就在头疼同一件事。1405年，郑和带着200多艘船下西洋，旗舰宝船长达100多米，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木船。但越大的船，船底面积越大，能住进去的船区就越多。郑和的航线正好经过船区高发区，中国工匠用桐油混石灰涂抹船底，或者选用铁砾木这种硬木，但这些办法都治标不治本。桐油层泡久了会脱落，哪怕是铁砾木，在热带海域泡久了，照样能被船蛆钻进去。郑和船队回港修船都是大工程，开销极大，财政压力成了停止远洋航行的原因之一。历史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，但船蛆这个角色，在郑和船队的故事里却从没缺席过。所以你看，这不是哪个文明特有的困境，而是那个时代所有木船的噩梦。从南京到里斯本，从宝船到帆船，没有人能例外。说到这儿，
有一场载入史册的大海战，船驱也没缺席。1588年，西班牙国王费利二世下令组建一支舰队，目标是横渡英吉利海峡，入侵英国。这支舰队有多大？130艘战舰，2万多名士兵，几千门火炮，被西班牙人自称无敌舰队，是当时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力量。结果呢，惨败。出发时130艘，回到西班牙的只剩67艘，将近一半的战舰永远留在了北海和爱尔兰的海岸线上。死亡的士兵超过2万人，其中大部分不是战死的，是溺死的、饿死的、病死的。教科书里的标准答案是，英国海军战术灵活，用火船打乱了西班牙舰队的阵型，加上北海的风暴把残余舰队打得七零八落。这个版本没有说错，但它漏掉了一个细节，很多西班牙战舰在出发之前，船体状态就已经很糟糕了。问题出在造船木料上，西班牙当时雄心太大，造船速度赶不上计划，木料供应紧张，有些船用了没有充分干燥处理的新鲜木材，而新鲜湿润的木材是船驱最爱的那种，比干燥老木料好钻得多，幼虫附着之后住进去的速度快了不止1倍。另一个问题是储粮桶，西班牙舰队的食物储备量很大，用来装食物的木桶有几千个，但这批木桶是仓促赶制的，用的是葡萄牙橡木，质量远不如西班牙本土的木料，有的铜板薄，缝隙大，装进去的食物很快腐烂变质。出发没多久，船员们就开始吃没变的食物，喝变味的水，还没跟英国人打，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了。而那场把无敌舰队彻底推入绝境的北海风暴，把船队往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推，那些船底已经被船驱侵蚀，结构受损的战舰在风浪里撑不住，一艘一艘的搁浅解体。据事后统计，被风暴打沉或搁浅的船只远多于在海战中被英国人击沉的船。船驱不是无敌舰队败亡的主因，但他是那个被历史遗忘的幕后推手。西班牙人精心备战了好几年，算计了战术，算计了兵力，唯独没有算计到船底那些针眼大的小洞。如果说船驱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慢慢烂掉几条船，那他对荷兰干的事情就是另一个级别了。他把一个国家逼到了灭顶的边缘。你得先了解荷兰这个地方，荷兰大部分国土低于海平面，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情况。这个国家能存在，完全是因为修了一套极其复杂的海堤和排水系统，把海水挡在外面，才维持住了那一大片可以住人的陆地。这些海堤的基础是密密麻麻打入地底的木桩，几十万根木桩撑起堤坝，撑起荷兰。木桩偏偏是船驱最擅长对付的东西。1731年到1732年，荷兰人开始大规模检查海堤木桩，结果触目惊心，大量木桩从内部被掏空，掏得像蜂窝一样，外壳还撑着，但里面的支撑力已经基本丧失，多处堤坝出现了明显的下沉和倾斜，随时有溃堤的风险。消息一传开，荷兰举国恐慌。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？阿姆斯特丹、鹿特丹都在低洼地带，一旦海堤垮掉，不是某一处进水，是大片大片的土地直接被海水淹没，百万人口的生存都成问题。议会紧急开会，连续好几天讨论对策。有些城市的居民开始往地势高一点的内陆地区迁移，觉得这个国家可能真的要完蛋了。恐慌归恐慌，荷兰人到底是务实的民族，没有被吓瘫。他们开始大规模更换木桩，用铁桩和石桩替代受损的木桩，同时加紧修补薄弱的堤段。这场应急工程耗资巨大，动员了荷兰全国的人力物力，断断续续搞了好几年才算稳住局面。但这场危机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，荷兰人被逼着认真研究了船驱。1733年，第一本全面研究船驱生物习性的科学著作在阿姆斯特丹出版，详细描述了它的解剖结构、繁殖方式和打洞机制。
传遍了整个欧洲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研究船蛆的生物习性，弄清楚它怎么繁殖，怎么打洞，为什么那么难防。荷兰差点被淹，换来的是人类终于认认真真把船蛆当回事儿。你说这算不算一种荒诞的代价？但研究清楚了又怎样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：连续失败。人类花了将近100年时间，尝试了一个又一个方案，每一次都带着希望出发，然后宣告失败。第一招，涂焦油，把融化的焦油刷在船底，涂出一层厚厚的黑色防护层，把幼虫挡在外面。听起来很靠谱，操作也不复杂，很快被广泛采用。效果是有一点的，但焦油防的是初期附着。一旦焦油层因为海水长期冲刷开始脱落，幼虫照样能找到缝隙钻进去，而且比没涂焦油的木料钻得更深，因为焦油的气味把它们刺激得更活跃了。顶多撑1-2年，放弃。第二招，包铅皮，在船底钉上一层薄铅板，用金属物理隔绝。这个方法有点道理，铅对船蛆有一定毒性，而且幼虫的贝壳钻不穿金属。但问题来了，铅很重，一条大船铺满铅板下去，重量增加了好几吨，吃水更深，航速明显下降。更糟糕的是，铅板和船底木料之间难免有缝隙，幼虫能找到缝隙钻进去，反而被铅板封在里面，吃得更安心，代价大，效果差，被淘汰。第三招，换硬木。有人发现柚木、铁木这类质地坚硬的木料，船蛆啃起来阻力大得多，换上这种船底确实能多撑几年。的确有效，但有个致命问题，硬木稀缺昂贵，一条船的船底要用硬木换下来，造价能翻好几倍，根本不可能大规模推广，用得起的只有极少数财力雄厚的船主。第四招，密钉铁钉，把铁钉密密麻麻地钉满整个船体表面，让幼虫没有下嘴的空隙。这个办法脑洞很大，确实有一定的物理阻拦效果，但铁钉和铁钉之间终究有缝，幼虫会找，而且大量铁钉同样带来重量问题，船体也会因为钉太多而变形，没能解决根本问题，逐渐放弃。就这么一个接一个的试，一个接一个的放弃，各国海军像在做一道没有答案的题。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来自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方向。1760年代，英国皇家海军开始实验一种新方案，用薄薄的铜板包裹整个船底。想法不算全新，之前有人尝试过用铅皮，但铜和铅不一样，铜在海水里会缓慢溶解，释放出铜离子，而铜离子对海洋生物有广谱毒性，包括船蛆的幼虫。幼虫游到铜底船旁边，还没来得及钻，就已经被铜离子毒死了，根本无法立足。这是第一次有一种材料从根本上解决了幼虫附着的问题，不是物理阻拦，而是化学消杀。1778年，英国军舰阿伽门农号完成了全面的铜包底改装，随后投入海试，结果让所有人兴奋，船底干净如初，船蛆踪影全无，没有任何被侵蚀的迹象。英国皇家海军当机立断，全面铺开，把整支舰队的战舰一艘接一艘的换上铜包底，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铜底船在热带海域跑上好几年，船底依然完好，不需要频繁回港修缮，战舰的实际作战时间大幅提升。那时候英国正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庞大的殖民体系，热带航线上船队的持久性直接关系到帝国能不能运转。但铜包底埋了一颗新的雷，问题出在钉子上。传统木船是用铁钉固定的，铜皮铺上去之后，铜和铁在海水这个导电环境里形成了电化学腐蚀，铁钉充当了牺牲阳极、飞速锈蚀。有时候铜皮还好好的，铁钉就已经断了，整块铜皮脱落进海里。解决方案只有一个，换铜钉。但铜钉比铁钉贵得多，这直接让铜底船的建造成本再度飙升。
造船师们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既然金属底是方向，铜皮加木头，这个组合问题又这么多，有没有可能干脆把整条船都造成金属的？这个念头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钢铁冶炼技术突飞猛进，最终在19世纪中叶促成了铁壳蒸汽船的全面普及。船躯当然对钢铁没有任何办法，从那时候起，它在航海史上造成大规模破坏的时代基本宣告终结。但船躯对人类的影响还没完。1818年，一位叫马克·布鲁内尔的工程师在伦敦拿到了一项专利，名字叫隧道掘进盾。这个东西后来改变了全世界的城市建设方式，而给了他灵感的正是船躯。布鲁内尔当时在英国一个造船厂工作，他注意到了船底木料上的船躯，不是因为被他烦到了，而是被他迷住了。他蹲在那里仔细观察，看船躯怎么打洞，看到了一个极其精妙的系统：头部负责破坏，身体负责建设。头往前走，后半截，身子随时在洞壁上抹一层石灰质涂层，像裱糊壁纸一样，把刚挖出来的通道撑好，洞口永远不会因为失去支撑而垮掉。挖一步稳一步，绝不让后方暴露在危险里。这个逻辑击中了布鲁内尔。他当时面对的工程难题是怎么在泰晤士河的河底挖一条隧道。地下施工最大的恐惧就是塌方，挖一段土，后面还没砌好支撑，前面已经垮了。以前没有办法系统性的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在通航河流下方挖隧道，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但船躯告诉了他一种方法，边挖边支撑。他设计了一个铁质的矩形框架，把它横在隧道掘进面前方，工人在框架后面作业，挖掉一段土，立刻在身后砌上砖块支撑，然后用千斤顶把框架往前顶进去，再挖下一段，再砌砖，再顶。这个铁框就充当了随时跟进的支撑，始终保护着工人不被上方的土压垮。这就是隧道掘进盾，现代地下隧道施工的开山鼻祖。1843年，用这套方法建成的泰晤士河隧道正式通车，全长接近400米，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条在通航河流下方修建的水下隧道，轰动整个欧洲。今天这条隧道还在使用，是伦敦地铁东伦敦线的一段。200年前打通的隧道，现在每天还有列车在里面跑。布鲁内尔的儿子伊桑巴德·金德姆，布鲁内尔后来把这个技术继续发展，配合蒸汽机械化，最终演变成今天的盾构机，圆形的旋转刀盘，边切削边推进，后方抻气管片跟上，洞永远不会塌。全世界所有城市的地铁几乎都是靠这个原理挖出来的。你下次坐地铁看到那圆筒形的隧道壁，可以想一想，这个边挖边撑永不暴露的施工逻辑，最早是一条在木船里打洞的小东西摸索出来的。说了这么多，但船躯还在。今天地球上每一片温热带的沿岸海域里，船躯依然大量存在。他们不知道自己曾经改变了历史，也不在乎。他们只知道一件事，碰到木头就钻，红树林的根，渔船的残骸，海边码头腐朽的木桩，有木头的地方就有他们。他们几亿年前就这么活着，现在还是这么活着。帝国起来了又倒下了，战舰造出来又沉进海底，一代一代的人类为了对付他们绞尽脑汁，船躯什么都不知道，该打洞还是打洞。哥伦布那2条搁浅在牙买加海岸的船，今天还埋在那里。考古学家挖出过一些船板残骸，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全是洞，像一块破蜂窝。那些洞是500年前的船躯打的，早就死了，洞还在。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？一条小东西从来没有目的，从来没有计划，就是饿了就吃，钻进去就不出来。然后它在历史上留下的那些洞，比很多人留下的东西都持久。最近科学家们又开始用新的眼光看船躯了，它体内那套消化木头纤维素的酶系统极其高效，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能不能把这套机制
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，把农业废料里的木质纤维素转化成能源。曾经让人类头疼了几百年的东西，现在可能要帮人类解决能源问题。如果要讲这条虫子的一生，其实就只有2件事：钻进去，然后再也不出来。但就是这么2件事，它做的比任何东西都彻底，也比任何东西都安静。喜不喜欢它是另一回事，你很难不对这种专注感到一点点敬佩。